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趙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沈富雄委員、何孟華議員、林乃菁小姐、牛煦庭委員、張思剛議員。好哇，這個強烈颱風巴威來了哈。賴清德、卓榮泰今天上午10點到中央應變災害的這個中心呢，這個坐鎮去視察啊。那賴清德稱讚新北市、桃園市、新竹、苗栗4個縣市防災很積極。而且呢，下達3個指示，說呢，第一個，中央跟地方要合作；第二個呢，這個高風險像這種什麼馬太安溪啊、堰塞湖啦、萬里溪啊、堰塞湖啦，應該撤離預防那另外呢，感謝國軍這次呢，特別國軍來協助如果地方有任何需要，跟中央說明跟中央要求，2萬個國軍待命救援那另外，卓榮泰說他現在嚴陣以待。然後呢，喊話地方政府要落實撤溝清淤。現在不講太晚了嗎？平常這樣子，你現在去清什麼淤？現在怎麼挖水溝？講些廢話，你知道嗎？平常就要監督。如果你平常就各縣市到底撤溝有沒有做好，做好大量這個款項下去補助才有用啊。那花蓮的萬里溪不是台北新北市的萬里的萬里溪，花蓮的萬里溪堰塞湖升級成紅色警戒所以呢，下游警戒範圍要依指示強制疏離，有時候要疏散，很多住戶還不太願意，你知道所以要強制。卓奎說呢，花蓮縣政府有全力配合，很好，有配合我們另外呢，長浪襲擊台東海岸，所以空拍下去，哇，好像海嘯來，好像海嘯一樣當然，這海嘯應該比這個大了但是呢，這是反正平靜的海，現在變成波濤洶湧說呢，氣象署說近年很少看到這麼大的颱風。所以估計豪雨是集中在11號，今天10號嘛，估計在11號，熱區在桃園、新竹、苗栗的3區，我們看一下。從直升機上沿繩索垂吊而下，投入水位計，林保署密切監控花蓮萬里溪堰塞湖的水位變化。花蓮縣針對這次的萬里溪的這個堰塞湖呢，他們要撤離70戶跟188人那目前只有2位是否已經撤離還沒有確定，那其他的人都已經撤離完畢有一點鬧怪。總統賴清德到宜蘭視察國軍防台整備情形，光是駐守北台灣的第3作戰區就有7000位國軍待命。我國建軍之目的，核心的精神就是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面對敵對勢力的挑戰。面對天然災害來臨時，也是如此。好，謝謝院長跟秘書長。行政院長卓榮泰也視導坐鎮災變中心，因應巴威來襲，規劃超過2.8萬名國軍待命和超過1800台大型移動式抽水機。考量氣象署10號凌晨要發路警，災變中心晚上8點要從2級開設上升1級。花蓮的萬里溪跟馬太安溪堰塞湖。仍然是本次我們在防台準備上面的重點工作。強台巴威來勢洶洶，中央地方全力備戰，防堵一切可能發生的意外災情。就說颱風的路徑有改變了現在呢，西北台的可能性縮小降低。不過反正風向就變來變去嘛，老沈怎麼看？那我覺得台灣每年經常性的天災，包括地震、水災跟風災其實每年都有，而且次數雖然有多有少，但是大致上就在那個比如說颱風差不多6、7遍到10通遍，差不多多少？方向呢？從這裡來，從這裡來，從這裡來會怎麼樣？大家也都心裡有數。所以處變不驚，防災有備，這導人今嘛足巧的，有夠好。所以呢，但是多年來的操作已經演練出一種模式來了。比如說，就要一排位置在那邊，總統。院長都要穿着紅背心，然後這邊寫總司令、司令官，然後再解壓。其實他有來那邊做，跟沒有來做，或者是換別人做，就是換我做上去，災情也差不多。你知道嗎？不會更嚴重啊！你做上去，災情我還少一點，好吧？那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在美國，那大型的颶風，他們叫颶風 ，Hurricane，它是從這個加勒比海上來。那直衝邁阿密或者佛羅里達，或者是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或者這2者之間
那風勢是非常大，老美也習慣了，他們要怎麼就找着木塊，然後把那個窗啊、門啊的釘死，因為要不然哦，整個房子就吹掉了，就釘死，然後就是看破了，舉家往北遷，就這樣把房子暫時空屋放棄。那總統有沒有來呢？總統不會去。總統如果這樣也去的話，那就不勝其煩了。那我們台灣畢竟國小、地小人多這個總統等於在做省長，省長等於在做縣市長一樣。他不來，人家會怪他；那他來了，其實也派不上什麼用場現在就問題說，好，層下放這個行政官員，總統做總統的，縣市長做縣市長的，大家都有備胎。不過有的時候你也很難拿捏，說到底要怎麼講、怎麼做，才能讓每個人都滿意、都高興。比如說蔣萬安就說第一線要怎麼這樣，這也得罪了你們的簡舒培啊。簡舒培你這樣講，就是把責任甩給第一線。那不講嘞，不講就是講完通通扛下來你也扛得不夠，那簡舒培也會有意見，還是相形之下，你這人比較厚道像這樣的話你不會講所以講也不好，不講也不好，真費氣，你知不知？所以我認為這個台灣的這種災情因為什麼？因為其實台灣有3大害，一個是政客，一個是媒體，還有一個是媒體所衍生的側翼。包括青鳥，這些人聽到災情來了，行政官員一字排開，努力去搶救。那這個民意代表呢，雨衣準備好，長筒馬靴準備好，隨時市民賣得個清起來，得撩了，最得個撩了，當然講東講西啊，你唔好，你唔好，這個是分秒必爭，你得講平別人較好，不風頭被你的同事搶去了，你就又輸了一小塊了，今年累月這樣下來，你有一天就會落選了。所以，我們台灣是一個急功近利的社會。我這2天在做一個功課。我現在全球你可以分成區塊。這個光紅更想蓋好的，就是講經濟好，沒有打仗，打給市民都相對好的是誰？東北亞跟東亞，也就是第一島鏈。第一島鏈是全球最好的地方所以。經濟都沒辦，但是呢，我覺得我們的相對第一線，大家急功近利，這個分秒必爭的這種殺的這沒血沒淚，我覺得有一點需要緩和的必要。你看韓國多可憐啊，韓國足球打輸幾乎要自殺，那個股市呢，股市今天大跌熔斷，明天大漲後天呢，後天又熔斷。現在告訴我，世界有哪一個國家熔斷高升、熔斷高漲？有這樣的國家嗎？所以韓國不值得學。日本、韓國、台灣3國相比，我們台灣最優秀，真的是有潛能變成東方的瑞士，海上的樂園。好吧，小勇，這我想台風那個賴清德讚美你們桃園呢。不，我看一下內文，它大概是這樣吧，就是說從災害應變中心的指揮的角度，他當然就聽取各縣市的防災簡報嘛。那他也不可能全部的縣市都聽啦，所以他大概每一次坐鎮災害應變中心，他聽不一樣。那這次大概是輪到這4個政府嘛。那我覺得，當然聽一聽，地方政府一定認真以對嘛。没有人會拿自己市民身家財產開玩笑。那好好的有做完整的報告，那就稍微稱讚一下，也不外乎如此啦。那我覺得這一次他有可能撐在這邊，故意凸顯別的地方。對，但因為我剛看這個內文嘛，圖卡的內容就看了4個縣市的報告了，也就是他點了4個縣市嘛，新北、桃竹苗嘛，然後他也看了4個縣市的報告，所以大概是抽到了，我猜是這樣了。那當然政治上大家就會解讀你現在是怎樣影射台北不認真嗎？但我看蔣萬安市長不會不認真啊，對不對？人家在市政會議上還很嚴格，對不對？我覺得他不應該特別點名哪幾個縣市。對啦，這個我倒沒有點名到什麼意思？對，我是覺得如果是抽到了，那你就抽到吧。那如果是只有特別點名，那也反而很奇怪，你就不利於這個防災的一個統籌吧。那我覺得其實就像大佬剛剛講的嘛，這反正每一次台風來，大概不外乎就是如此嘛。那有一點時間去做準備總是好的。那我覺得民眾的防災意識提升起來是比較重要的。現在是台灣是一個很自由的社會嘛，所以商業媒體或怎麼樣去解讀台風的時候，這難免會往聳動的方向去解釋。我覺得這是一個現實嘛。
那所以大家料敵從寬，好好準備，變相能夠增加防災意識，反而是好事啦。那至於颱風的具體變化，其實講白了也從來沒有人說得準嘛。這有的時候呢放了假，那就沒風沒雨啊，沒有放假這個風暴宇宙。本來講這是25年來暴風圈最大的一次，結果它走着走，突然之間散掉了啊，散掉就好像又回來。那現在還沒有到最危險的時候嘛，因為它的環流現在看起來是集中於這個南側的部分嘛。那這具體的影響就要後續才能做判別。但不管怎麼樣，做好準備是重要的。所以我想。過去包括有堰塞湖的這樣一些事件，就提早變成防災整備的一些重點，然後做一些合理的提醒，中央地方齊心哦，讓大家安全，我想還是最重要的。現在的氣象報告，因為電腦科技比以前已經準多了，以前那個氣象報告真的是我看亂猜一通。我大四的時候，因為我當台大畢聯會主席，那個時候我們被趕出聯合國，然後呢，尼克森到大陸訪問，日本跟我們斷交，那時候事情很多，所以當學生在台大當學生領袖，哇，那個事情很多。所以呢，我就想修门課哈，最容易得到分數的，他們就跟我講氣象學，所以我在台大修了氣象學，但是呢，我才知道，因為气象學要帶我們去實習啊，要看雲吶，片狀雲、鱗狀雲、雨狀雲，判斷今天什麼風，我根本沒有時間，我哪有時間去跟着去實習，我都沒去，點名都不到。後來學期結束，我60分。人家選修課都為了拿80分、90分來平衡你一個必修課比較難。我們搞個60分，把我的平均分拉下來，我就很氣啊！我說搞什麼東西啊？同學就安慰我說：“沒關係，你比中央氣象局還準，他60分都不到。”休一下再回來。好，北北基桃被認為是更大的生活共同圈了，共同生活圈。本來新北、台北是一個共同生活圈哦，但是呢，基隆、桃園也慢慢擴大，所以原來他們都要商量的，要不要放假哈，放則同放，這個不放則同不放。那昨天晚上宣布颱風假時間不一樣，奇怪為什麼？蔣萬安說我們有交換意見呢，有溝通過，不是沒有溝通啊，每個地方狀況不同啊，哦，那是不是？蔣萬安是不是為了選舉連任才放颱風假？因為台北今天好好的白天呢，哦，昨天我晚上我就預測今天白天一定好好的。為什麼？因為它 delay 6個鐘頭嘛，慢了6個鐘頭，昨天都慢了6個鐘頭，經過今天一定更慢嘛。果然現在方向稍微有點改變嘛，一定這樣。但是蔣萬安說氣象報告25年來暴風圈最大的，所以我是決策者不能輕忽啊，我不能去判斷用就是算命的說哦可能這樣可能。我就按照氣象局的這個預報，他說最大，那最大能夠掉以輕心嗎？哦，說不是為了連任啊，哦。那新北侯友宜不連任了，那為什麼也跟着放呢？是不是呢？迫於共同生活圈，哦，因為台北新北，對你台北放新北不放也很麻煩吶，啊。有的住這裡那邊上班，有住在這邊上班呢，啊。你看早上那個橋，台北新北中的橋，那個哇，那簡直千軍萬馬。侯友宜來說。我們16年來決定標準沒變了，以前怎麼決定，現在就怎麼決定了。哦，結果呢，上午也沒有什麼大風雨，不但沒有大風雨，還陽光普照很多地方。侯友宜說：“今天我不是來休息的，我是來備戰的。”哦，那另外呢，哇，這個 KTV 啊，各地啊，錢櫃包廂秒殺，門市通通領，沒有位置了，滿滿的哦，滿滿的啊。所以呢，這個。官網甚至直接罷工，就官網已經壞了，因為太多人上了，哦，讓無數民眾直接傻眼，連上網都不行了，哦，好樂迪新據點也是非常的這個熱烈，哦，只要這個官網立刻湧入無數人訂位，整個系統也癱瘓了，哦，所以呢，大家高興去唱歌夜唱啊，哦。那另外呢，好市多今天因為好市多今天有開，有些店是不開的，好市多上午10點塞滿的人都去了啊。哦，居民說17年來首見盛況，哦，除了 KTV 以外，說好就是附近的民眾了啊，就說哇怎麼看這麼多人啊等等啊。那另外呢，這個台北是有百貨公司是營業的，蔣萬安說你們還是要員工跟顧客安全是優先考慮哦，哦如果不安全還是不能開啊哦等等啊。那今天放颱風假，一大早出大太陽，所以呢網絡就說為什麼出大太陽放颱風假，讓你防災嘛。晚上可能有災情來啊，所以白天去防災哦。所以有民眾提案修法，說呢，百貨公司開以後不要讓員工冒險來上下班，只要放假，這個我覺得蠻有道理。百貨公司員工也不能上下班哦。
那另外呢，這個蔣萬安說不可輕忽了，不是為了搶選票了。那盧秀燕也被灌爆，因為盧秀燕今晚6點開始放假。哦，高雄呢，這個好像也有問題哦，所以呢，北中南市長的臉書是3樣情哦。那盧秀燕也被講說，那為什麼這麼晚上6點才開始放呢？哈，台中市政府說這是盧秀燕果斷吶，本來是半夜以後才可能有風雨啊，我已經提前6小時，你還不滿意？已經提前，你要提前多久？要提前12小時，要提前18小时。对不对？本來預測台中就不會那麼早來風雨嘛，所以6小時已經比半夜12點已經提早6小時了哦，但是還是被罵了啊、哦。那另外呢，說賴清德為什麼被叫賴神？就是當時在台南市哦，當時呢台中以南縣市說要放假，但是呢只有台南說我不放，結果後來那天沒有風雨。哇，大家覺得賴清德跟神一樣，神預測哦，所以叫做賴神是這樣來的哦。那這個有一個照片很有名的，大家記得是賴清德跟小學生對話哦。為什麼呢？他勸這個小朋友哦，他勸小朋友就說呢，你要小心啊，哦，這個不要冒風雨啊。那人就說你不放假，你還去勸小朋友，你不是2個標準嗎？哦，所以呢也被人家拿來笑哦。那另外呢說，不要老是靠長官英明啊，長官那邊判斷放假不放假，考慮因素很多啦，可能是我要不要連任啦，可能是網絡會罵我，把我罵得臭頭啦，哦，這個那個哦，都是長官英明不英明。我們看一下，蔣萬安一早就坐鎮台北市災防應變中心，就怕入夜後出現颱風災情，但看看外面可是大好天氣。這真的有達到颱風假標準嗎？北台灣、台北、桃園、基隆第一時間就宣布放颱風假，唯獨新北遲了半個小時才宣布。但明明是北北基桃共識，症結點在新北白天全市風雨未達標，只好以傍晚東北角及北海岸風力預測達標跟進放假。昨天停班停課是因為我們今天的風力已經在下午傍晚的時間，在山區跟海邊的風力是達到停班停課的標準。8位來襲，北部首長看來壓力很大。台北市長蔣萬安過往只要放颱風假，臉書都會搭配一張帥照，這回首次打破慣例，似乎也是戰戰兢兢。傳出在前一天的白天，北市、基隆早就傾向要放颱風假，也被外界認為是因為今年要市長選舉拼連任，才早早定調。台北市的決定，我在這裡16年決定的標準都是一樣，所以我們做了按照科學的依據以及所有專案的數據，做了綜合研判。我們連日到 EOC 參與的會議氣象團隊都預判可能會如同2015年蘇迪厄颱風對於台北造成的嚴重災情，也可能甚至像之前的艾利颱風，造成台北是非常嚴重的災情。所以，身為決策者，我絕對不能輕忽這可能對於市民朋友造成的影響。雙雙否認政治考量，民眾則把握這颱風假衝 KTV、百貨公司血拼。營業場所我們還是希望一樣以確保員工還有所有顧客的安全為最優先考量。每年必考的縣市首長政治颱風學，這一回你打幾分？我們2位台北市議員在這裡啊，來世剛。那個放不放假，其實每次颱風來的時候都考驗大家跟大家的期待啊。我還記得以前小時候是清晨6點宣布。6點的時候，然後早起來聽廣播或是什麼看新聞報，還知道說今天要不要上課。後來呢，大一點有這我們那就記得有放過半天的，就我記得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還有放過半天的。然後這個半天的大家中午就急忙下班接小孩等等哦。那所以也造成大家一些兵荒馬亂，所以後來變成說都不要有半天，要放就全天，而且前一天早上8點宣布。好，那這樣就會形成今天很多的現象。如果是早上6點宣布的話，今天早上起來大家都覺得萬里無雲，然後這個天氣很好，還有蟲鳴鳥叫，所以這個時候坦白，你如果6點去做決策的話，就今天不可能放假，今天不可能放假。然後再加上我們昨天就知道說是風雨是傍晚時候才開始加大，那大家我想決策者又擔心說傍晚回家的時候，萬一風大雨大，然後接小孩這個塞車等等，就造成很多的民怨，所以這個東西啊，其實大家聽起來會有點兩難吶。當然以民選首長現在來說，就是我寧可料敵從寬嘛，因為每次上班的時候就風雨就會大，
每次這個放假之後就出大太陽，所以寧可料敵從寬，然後讓大家至少有一個心理上一個放假啦，然後說或是準備這個災害啦，或者這個防備颱風等等都好。所以 anyway， 我覺得這個對這些首長來說，我覺得本身就是一個父子騎驢啦，這個父子騎驢。但是以現在的輿論趨勢啦，因為大家不希望冒着大風雨啊，去引發很多民怨，甚至很多的這種意外產生，所以大概決策上都會朝向放假來走啦。所以我覺得，你看今天剛才講盧秀燕，今天她臉書風向轉了，變盧神了。盧媽變盧神又來了，從賴神變盧神。對，昨天晚上6點一片罵盧秀燕，然後今天早上出來盧媽變盧神，為什麼？因為台中大太陽啊，一滴雨都沒有，所以你看盧秀燕這個決策是對的。如果以正常科學決策的話，台北市是應該今天6點就放假，宣布下課，就是放假了。好，不要上班上課，是要6點才就是 OK， 以後就不會有任何的事情。所以，但是这個決策一定會被罵翻嘛。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啦，我覺得首長在做決策的時候，寧可寬一點啊，寧可寬一點，然後呢，讓大家呢這個前一天晚上唱歌。你看昨天晚上所有的信義區的酒吧全滿，警察還動員，警察還加班，9點半就全滿。好，這別昨天晚上大家過一個快樂的夜晚。也好了。這個偷得浮生一日閒，來孟華。我想蔣萬安這次會被質疑說，為什麼會這個放假，是不是為了連任啦？其實是因為呢，他其實現在當市長3年多，這次的決策跟之前呢有點不太一樣了。因為其實之前呢，大家想在去年或前幾年的颱風的時候，其實如果是同樣的標準的話，蔣萬安是沒有放假的。而且他昨天呢有一件還蠻有趣的事情，其實下午的時候，很多媒體啊就私底下在那邊討論說，明天應該會放假，因為蔣萬安在他拍受訪的時候就說希望大家待在家裡，所以大家都覺得說他已經在預告了。那還有新北他們推遲了半小時才宣布這件事情，然後還有看大家去研究，就是蔣萬安這次的臉書，他沒有放上自己的照片，然後有點什麼假故意個 gay city 的感覺，然後想要放假，然後又不想被大家說呢，好像是為了連任要放假。那其實我自己本身是還蠻開心的，看到說這次放假，因為我覺得真的防災是要料敵從寬。那其實颱風假就是一個災防假。那我也很開心說，其實蔣萬安當了3年的市長之後，他終於學到了就是要料敵從寬，然後這次呢就是在今天可能沒有什麼風雨的情況下也放假。那雖然很多的可能 KTV 啊或是酒吧呢都是客滿的情況，可像我們內湖啊剛淹過水的地方，其實那個狀況就很不一樣。那其實像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沙包啊，其實在上次淹水的地方，大家都趕快去疊嘛，因為其實市府還是沒有講得非常清楚，說為什麼上次內湖會淹水，一直說時雨量過高，所以就變成民眾都很擔心說，好，如果這次雨再下大一點，是不是我們家又要淹水了？所以大家趕快去調沙包啊，然後還有那個就趕快做任何的防災的動作。像我們東湖的立體停車場，大家知道那個在昨天晚上就開始排隊，因為大家又怕淹水，然後淹水，如果你車子大家知道你淹水的話，你車子可能機車全部都泡廢了，所以希望可以停到立體停車場裡面。所以我覺得防災呢意識呢，在我們這次在內湖裡面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這就是因為上次呢，就是明明下了一場大雨，可能台風也沒有進來，就淹水的情況。所以這個我覺得呢，是可能蔣萬安也在這次的事件學到了一個教訓啦。那我希望說，就是大家在以後的災防假的時候，可以是一個標準比較一致的，那不要說就是好像你就猜到了就變成了神哦，像現在盧秀燕忽然變成了盧神，但我覺得他那個會被大家 argue 的有一個原因是他其實那個圖非常的不清楚，他那個明天6點放假寫得非常的大，所以你一開始看到的時候你還以為說是不是放假，然後仔細看說啊沒有是明天6點，所以那個 kimoji 上面我覺得一開始看到你就會有點誤解嘛，所以就是一方面也是個就期待落空的感覺，所以才會可能大家有一點情緒嘛，所以大家其實記得去年其實3圖的颱風的時候，像是高雄那邊也放了4天的假，也有一些人在說怎麼會放那麼久呢？這沒有道理啊，沒有什麼風雨，那為什麼要放假呢？甚至颱風之後還放假，所以我覺得其實用災防的標準來看的話呢，真的就是防災還有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當然在縣市首長在決策放假是一件非常需要就是花我覺得策略還有就是思考的事情，但是我覺得能夠料敵從寬，讓大家多一點的防災準備還是好的。就是很錯。我跟你講，其實蔣萬安這樣的決定當然有選舉考量，這個無可否認的，但是他還可以做得更漂亮。為什麼呢？台中以北所有的縣市長，除了高虹安以外，通通是藍營執政。所以呢，我的消息是，那個氣象局啊，他們非常有把握的說，今天5點以前不會有事，非常篤定，非常的篤定。如果蔣萬安相信這個訊息的話，他應該召請台中以北的藍營的縣市長開個會，說我們步調一致，通通不放。就是到明天6點以後要放
6點後才放啊！真的，因為氣象局都這麼篤定了啊！你這樣不要有人偷跑，也不要有人說放，有人不放，通通不放啊！你大概會賭贏，你這一賭啊，就不是儒神什麼神的啦，就是國民黨神，你知道嗎？哦，那個多美呢，對不對？你想想看，不是嗎？不過他這個有個困難吶，就在於是說，因為上班的形態很複雜。現在比較好一點是說，因為放暑假啊，所以說小朋友的這個部分呢比較沒有那麼複雜。但是上班的形態很複雜。你如果說假設啊，今天什麼6點鐘開始放，那你等到6點鐘開始放，那你之前的時候5點鐘，如果開始真的是很大雨的時候，那有些小夜班或什麼，你到底要怎麼樣來安排？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啊。另外一個是大佬剛才講的，我非常的同意啊，就說台灣啊，政客、媒體跟側翼啊，是台灣3大亂源啊。其實還要加一點啊，這種就是像我這種不用選舉的人才可以講的，就是民眾，台灣的民眾呢，其實是非常難伺候的一群啊。我們每一次呢，到了台風的時候呢，大家就會來討論哈，比如說像日本是沒有台風假的啊，然後香港呢就是看那個風球哈，在幾號風球的時候，它也有啊，它也是有，比如說下午什麼幾點鐘開始以後，大家通通都回去等等，那它都會造成一些民眾上面的不方便和這個困難啊。那我們自從呢台灣呢把這個放假的權利呢放到各個這個縣市政府首長的手上之後呢，它就會出現到底要不要放，到底怎麼放，好這些的困難。那我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支持，就是北北基桃共同生活圈的這樣的放法，因為呢北北基桃它實在是分不開的啊，就是你今天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園還有基隆，他們整個的生活圈是真的是連在一塊的。我今天台北市放假，然後我桃園不放假或新北不放假，它都會造成很大的運作上的困難。那你說今年有沒有因為選舉年，選舉是全部的縣市長都要選啊？有沒有因為這個選舉年，所以這些首長呢再去考慮要不要放台風假的時候，存了比較多的，就是這種我寧願放一個防台假，好，大家都沒事，我總比說我不放假，然後到時候呢，真的出現什麼樣的，台風的路徑可能很快都會變吶，都出現一些什麼樣的變數，會來得好很多。而且特別呢，就是像前2天呢，其實我們有談到，就是說這一次的風，其實台風。它之前的時候氣象的預測都是那個風速非常的大嘛，然後你31年來最大，25年來最大，你那個風速很大的這個情形之下的話，有很多施工的那個工地哈，你那個吊掛的那個車啊等等，你有沒有在台風來臨之前的時候都做好應該有的準備？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如果說你只要發生一件的意外，那樣的什麼機具掉下來的話，那所造成的後果，不是任何的縣市首長可以承擔得起的。好，今天呢，這個沈伯洋還陪卓榮泰視察內湖，因為前2個禮拜前內湖下雨嘛，下很大，所以特別去看內湖。他們當時還指責蔣萬安說內湖沒搞好等等。我覺得基本上呢，就是首長是 play safe 啦，打安全牌啦，他寧願安全哦，不要萬一有絲毫的閃失啦。真的是這樣，所以大家都寧願放，最後損失最多就是老闆嘛，老闆可能這個損失嘛，員工都很高興啊，都放天假有什麼不好呢？那剛剛提到工地還很特別，員工都放假，很多工地都不放，我看工地都在施工，我看了好多工地啊，那個吊車啊，工人啊，特別是外籍工人，現在很多都在施工，我覺得哇，他們真的很辛苦啊。那早先呢，大家都可能都不記得，最早的時候是中央統一規定的。對啊，統一。但是呢，因為那個时候氣象局，我這樣講了，氣象局也不準嘛，所以中央常常預測錯，這地方放了假，那地方沒有放，就搞得天下大亂。是我當立委的時候建議的，我說中央你何必被人家招人罵呢？下放地方。地方政府才知道說什麼地方該放，什麼地方該不放，就下放了。下放有下放的問題，中央集權有中央集權的問題，地方分權有地方的分權的問題。但是因為以前中央的時候也搞得天下大亂了，常常搞得大家罵死了那個中央。需要再回來。原因。